有缘人，请停一下，别再滑动屏幕，也别再分散自己的注意力。你来到这里绝非偶然，人生中的每一步都引领着你走到此刻。宇宙精心安排了一切，让你迎来最非凡的启示。从今天起，你将脱胎换骨，过去那些挣扎、不确定和忧虑将被全新的现实取代。你刷到这个视频就是有原因的，不是碰巧，而是被宇宙温柔的引导来到了这段话面前。你的人生即将迎来一次彻底的觉醒，不是因为你想要更努力，不是因为你要更拼命，而是因为你终于准备好去记起你是谁，为何而来。很多人一生都在焦虑地追逐一份安稳的工作，一笔可观的薪水，一个头衔，一种名为安全感的幻觉。但也正因如此，他们忘了，我们来到这个世界上并非为了讨好社会，而是为了回应宇宙给我们的召唤。你不是为了一份工作而被创造出来的，而是为了一个神圣使命而诞生。当你说我需要努力找到一份工作才能收到好的收入，过一个好的生活，但宇宙听到的其实是我还不够，我还不是那个已经丰盛富足的自己。而你所不知的是，宇宙并不需要你努力证明什么，它只等你下指令，说出你是谁。你是否意识到你从来不需要认真去成为你妈妈的孩子，因为你天生就是你妈妈的孩子。你不需要去努力当一个值得的人，你只需要认领这个身份。宇宙回应的从不是你装出来的能量，而是你真正的信念。你认为你是谁？许多人误会的显化，以为就是装作自己已经拥有的样子，但本质上他们的内心仍不相信，仍在怀疑、匮乏、不确定。你说你想要显化富足，却每天都在为账单感到焦虑。你说你想要爱情，却不断设想自己会被抛弃，没有人爱你，你的行情很差，没有人想要真诚地了解你、靠近你。这不是显化的能量，而是抗拒的频率。宇宙只会回应那个最真实的你。这就是为什么你会卡住，不是因为你不够努力，而是因为你没有认清你本就拥有的那个身份。而这一切的根源都是心气散了。真正让人一蹶不振的不是失败，而是你不再相信自己可以拥有不凡。你还记得小时候那个相信我注定与众不同的自己吗？他曾经光芒四射，笃定地相信未来你一定会站在一个非常大的舞台上，在更大的世界发光。但慢慢的，生活让你放弃了那个版本的自己，你开始变得现实、合理、冷静、安全，变得越来越理性和胆小慎微。但请记住，当你心里的那口气没了，才是真的卡住了。从今天起，我邀请你不要再追逐别人为你设定剧本，不要再用头衔、薪资、工作定义你是谁，不要再把人生的价值交给外界的认可。你的人生就是宇宙写好的剧本，你是主角，
不是旁观者，你被赋予了天赋、热情、灵感，那些不是偶然，而是线索，是宇宙为你指引方向的密码。你不需要找工作，你只需要去发现你真正的人生的使命，而这条通往使命的路始于这3个步骤。第一点，学会倾听，每天留出一点时间，关掉手机，静下心来，不是祈求，不是祷告，而是问自己，此刻的我到底是谁？我被召唤去做什么？宇宙不会用惊天动地的声音回应你，它会用一种熟悉的情绪，一个微妙的灵感，一个重复出现的巧合来引导你。第二点，留意迹象，宇宙一直都在跟你说话，只是你还没有学会识别宇宙的语言。反复出现的数字，突然出现了人，莫名其妙出现的机会，你真的以为那是巧合吗？那是你内在频率变化后，宇宙给你的回应。第3点，发挥你的天赋。如果你写作毫不费力，那是宇宙希望你用语言点燃他人。如果你善于倾听，那是宇宙想让你成为疗愈的通道。如果你能在混乱中看到秩序，那是宇宙赋予你创造的能力。你天生就被装备好了，只差你自己认领你这份神圣的职责。真正的富足不是努力争取来的，而是你走在自己的道路上，宇宙自然给你的。所以别再努力找一个位置，而是开始活出你的位置，这就是你这辈子最大的任务。宇宙以神秘的方式运转，它不断地为你提供所需的工具、资源、人和经验，让你成为你命中注定的那个人。这就是为什么关注宇宙的迹象如此重要。但是宇宙并不总是让这些事情变得完全显而易见，甚至并不总是让这些事情变得容易。您可能需要经历破产，才能最终学到创造真正富足生活所需的金钱课程。为了找到自己喜欢的工作，你可能不得不从不喜欢的工作岗位上被解雇或开除，或者在你准备好遇见并爱上你一生的挚爱之前，你可能必须经历痛苦的分手。有时您可能会感觉自己就像一张被风吹散的报纸，没有明确的方向。但如果你开始关注，你就会意识到宇宙一直在向你发送信号，告诉你需要去哪里，以及需要做什么来创造你梦想的生活。以下是来自宇宙的5个强有力的迹象，值得关注。它们将帮助你了解你应该做什么才能成为你想成为的人。1. 它给你带来快乐吗？值得你特别关注的第一条宇宙线索就是喜悦的体验。当你感受到真正的快乐，那往往是一个明确的信号，你正在走在正确的道路上，正在做你本该做的事情。相反，如果你长期感到不满、压抑或缺乏动力，很可能是因为你偏离了内在真正的方向。如果你对自己的工作、居住环境或者生活中的某个方面感到不满意，那可能正是宇宙在提醒你，是时候做出改变了。
这种改变可能是外在的，比如换一份工作，搬到新的城市，也可能是内在的，比如转变你看待工作的态度，或是重新定义成功的意义。在人生的旅途中，请认真留意那些让你心生喜悦的时刻，因为那正是宇宙在轻声告诉你，这就是你命中注定该去做的事情。一旦你识别出那份真实的喜悦是什么，你就可以开始主动寻找机会，在生活中创造更多类似的体验。这也正是你走向丰盛人生的关键一步。身体疼痛，注意你可能会经历的任何身体疼痛，疼痛的全部意义在于提醒你的身体有些地方不对劲，所以你越早注意到，就能越早治愈任何可能困扰你的身体疾病。不过有时困扰你的事情可能并不是身体上的问题，相反，它可能是压力、焦虑或未愈合的情感创伤的身体表现。因此，如果你经历过无法解释的痛苦，这可能表明你所坚持的某些信念，或者你正在思考的某些想法，或者你没有表达的某些情感，或者你正在做或没有做的事情没有起作用，而宇宙正在利用身体上的痛苦来引起你的注意。很多时候，我们从小就被教导要忽视痛苦或强颜欢笑，忍受痛苦，但疼痛绝不能被忽视，也不能来压制。脑子里有东西。我鼓励你注意的第三个信号是任何萦绕在你脑海中的事物，比如一首在你脑海中不停播放的歌曲，或者一个你不断重复的梦。例如，如果你脑子里一直回想着滚石乐队的歌曲 I Can't Get No Satisfaction， 那么你的潜意识可能会给你一个信息，你对生活中缺乏满足感感到沮丧，需要做出一些改变来增加你的幸福感。如果你敞开心扉接收这样的信息，你就会注意到同样的事情。或者，如果你一直梦到自己回到高中，必须参加一场你没有学习过的考试，也许这表明你觉得自己没有做好准备或无法胜任你的工作。如果是这样，也许是时候投入更多的培训来提升你的知识和技能了。倾听内心的声音。我鼓励你开始留意的另一个重要信号是你内在的声音，也就是你的直觉。当你面对抉择却感到迷茫时，不妨花些时间向内探寻，因为往往是实事，答案早已存在于你心中，只是你还没有真正觉察到。当然，有时候我们确实难以听清那个内心微弱的声音。一个有效的方法是养成定期冥想的习惯。当你愿意静下心来，清理杂念，暂停那些整日喧嚣不休，让人心神不宁的心灵噪音，你会发现真正的答案其实一直都在你内心深处，静静等待着被听见。最后，请记住，你完全可以主动向宇宙提问，询问他此刻想传达什么信息。宇宙与我们的交流不是单向的，而是一种持续的互动。当你在某个阶段感到迷茫，
找不到方向时，不妨静下心来，主动寻求指引。如何寻求，完全取决于你自己。你可以向你所信仰的更高力量祈祷，无论你称之为上帝、源头、精神、宇宙，还是无限智慧，你也可以直接请求宇宙给你一个清晰的信号。你越愿意向这股更高智慧敞开心扉，你就越容易接收到它的回应。花点时间回顾并写下那些你在生命中真正感受到喜悦的时刻，这些时刻传达了什么信息？你能从中发现什么共通点？你该如何在生活中创造更多类似的体验？同时也别忽视宇宙通过其他方式发出的讯号。也许你对工作越来越感到受限，也许某段人际关系正在消耗你的能量，又或者你正经历一些身体上的不适。请认真思考，宇宙正在通过这些经历向你传达什么。如果你觉得宇宙没有在倾听你讲的话，没有在倾听你的声音，其实是代表宇宙想要你知道以下的这5点原因。一旦你理解了这5个原因，就能够让宇宙与你并肩作战了。1. 不知道宇宙法则是什么，也不知道它们是如何运作的。宇宙中有12条宇宙法则，它们统领着物质、情感、环境和精神等层面。在这12条法则中，有4条对我们的影响最大。当我们真正理解这4条法则的运作方式后，我们与宇宙的关系也随之显著改善。1. 行动法则。为了获得人生目标，我们必须采取行动，我们必须采取能够支持我们的想法、梦想、情感和言语的行动。不行动就没有结果。2. 因果律。没有任何事情是偶然发生的，也没有任何事超出宇宙法则。每个行为，包括思想，都会产生反应或后果。即使你选择什么都不做，你仍然会面临后果。拖延也会有后果，你无法逃脱因果律。3. 吸引力法则。这条法则揭示了我们如何创造生活中的事物、事件和人物。我们的思想、感受、言语和行为产生能量，而这些能量又吸引着相同的能量。负能量吸引负能量，正能量吸引正能量。4. 能量永恒转化定律。该定律指出，每个人都拥有内在的力量，可以通过运用自己的选择力来改变自己的生活状况。选择力对于我们想要如何生活至关重要。选择力使我们能够改变生活中的能量。我与宇宙的关系现在遵循这4条法则：行动、后果、正能量和选择的力量。开始那些与你产生共鸣的宇宙法则合作吧。随着时间的推移，你会发现宇宙会回应你，并开始与你合作，实现你人生中所有渴望。2. 不知道设定目标和实现目标之间的区别。我读过约翰·阿萨拉夫的一篇文章，他在文中写道，生活中难以吸引你想要的东西，是因为我们不明白设定目标和实现目标之间的区别。
设定目标时，你是在想象和理性的层面上运作，而努力实现目标时，你是在习惯和情感的层面上运作。两者的能量截然不同。对目标的渴望就像运动的能量，除非你保持这种强烈的渴望，否则它很快就会消失，失去力量。一旦我们理解了如何运用设定目标与实现目标所需的各种能量，就会对自己的能力和内在力量更加自信。我们也会发现，生活中开始出现越来越多积极的体验，我们与宇宙的关系也在不断改善。随着时间推移，我们不再与宇宙讨价还价，而是逐渐学会以更开放的心态去接纳宇宙的馈赠。3. 在调整身心之前采取行动。约翰·阿萨拉夫认为，有些人之所以永远无法取得积极成果，是因为他们积极的意识思维与潜意识的信念、习惯和价值观不一致。如果你的身心灵不一致，即使你的意识渴望成就伟业，你的潜意识也会阻碍它。你的意识是你的选择者，你的潜意识是你的执行者。为了吸引生活中的积极事物，我们需要努力使我的意识和潜意识同步。一旦搞清楚了这一点，就能更好地管理所有情绪和想法，而这些情绪和想法对于设定和实现目标至关重要。4. 我们花了很多时间试图让自己感觉良好，但却没有处理那些让我们感觉不好的事情。我经过深思熟虑才决定把这个原因写出来，因为它很复杂。我之所以想分享这个原因，是因为我相信我们习惯于认为我们必须时刻保持积极乐观的态度，否则我们就永远无法实现梦想，获得成功，也无法过上我们想要的生活。然而，生活中难免会发生一些令人痛苦的事件，在这种时候，很难对生活保持积极乐观的态度，尤其是在你感觉糟糕透顶的时候。生活中也难免会感到悲伤、害怕或沮丧，于是乎花了太多时间专注于保持积极乐观的态度，以至于没有时间去处理悲伤、悲痛、痛苦和恐惧。我同意，保持积极的人生态度和人生观确实很强大，能让你拥有更多活力和快乐。然而，忽视痛苦或悲伤的感受，只会导致你将这些感受深埋在心底。这些感受是真实存在的，它们不会被埋藏太久，终有一天会浮现出来。管理和处理这些情绪，避免陷入消极情绪的漩涡，需要找到微妙的平衡。我的建议是，花时间去体会自己的感受，然后迅速找到生活中更积极的事情来关注。我发现，通过处理悲伤、痛苦和悲痛的情绪，我们将变得更加自知，也更加坚韧。我们的思想和能量因此更加协调，与宇宙的关系也变得更加牢固。5. 花了太多时间追求幸福，却错过了当下的快乐。那些不珍惜当下的人，总是会错失成功和幸福。宇宙长期以来一遍又一遍地告诉我们，
要享受生命中此刻的幸福时刻，但我们忙于追逐未来的幸福，根本没听从，一直把生活中所有的不幸都归咎于宇宙，结果和宇宙的关系变得冷淡。停下来闻闻玫瑰花香这句话，对于活在当下的生活来说非常贴切。它也提醒我们要更加注重感恩和欣赏。如果我们真正活在当下，我们就会每天都践行感恩和欣赏。试着写一本感恩日记，每天写下5件让你感恩的事情。读着你的感恩日记，你会感到多么振奋。当你持续地欣赏并感恩生活中此刻的美好事物时，微笑就在不远处了。与最好的朋友一起出去玩、散步，静静地坐着，读一本好书，帮助有需要的朋友甚至陌生人。这些只是我们现在如何过上幸福生活的几个例子。如果你能解决这5个原因，我保证你与宇宙的关系会更加融洽。你会发现自己会变得更有韧性，能够更好地应对生活中遇到的挑战。最棒的是，你会更加快乐。宇宙不会给你用思想所要求的东西，而是给你用行动所要求的东西。永恒的财富不是通过努力工作或牺牲就能获得的，而是当你与宇宙的计划一致时，自然而来的。宇宙不要求你追逐金钱，也无需你独自苦苦挣扎，而是希望你将焦点从物质收获转移到发现心灵使命上。你的繁荣取决于对它的信任，而非一份薪水或一份合同。当你接受宇宙为你铺设的道路，机会会自然出现，富足会渗透到你生活的每个领域，包括人际关系、内心的安宁和个人成就。宇宙在你出生前就已为你规划好了人生，你的天赋和热情是识别这份计划的线索。你无需创造命运，只需带着信心去信任并跟随这条道路。现在的问题是，你准备好接受宇宙为你生命制定的计划了吗？有缘人，感谢你看到最后。如果今天的影片对你有所帮助，请按个赞给我响应，回复一句我准备好认领我的神圣使命。把这句话写出来，就等于在给宇宙发出最清晰的信号。请记得，你来到这个世界上不是来努力工作的，你是来实现你的人生使命的。让我们从今天开始，活得神圣，活得真实，活得丰盛。从现在开始就体验你的梦想人生吧。还没有订阅频道的，请点击右侧的订阅按钮，与我们建立更深的连接。随缘加入会员，与同频之人共修福报。随喜转发，传播善知识，功德无量。